近日，英国首相约翰逊对中国企业表明自己是个狂热侵华派，为何在中国招致骂声一片？英国又对中国做了哪些恶？近段时间，亚太成为政治舆论中心，随着美国将重心转移到这儿，并且把新兴国家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，西太平洋的火药味儿也是更加浓郁。而作为中国与美国这样体量的大国，两国的较量也必然将很多国家卷入其中。其中就包括美国的众多盟友们。在此次美军派军事力量侵扰中国周边海域之际，美国的盟友们也是蠢蠢欲动，像澳大利亚、日本、英国、法国与德国都有将军舰派到中国周边海域的举动。这其中算英国人最卖力，因为他们打算直接派一艘航空母舰到西太平洋来，归美军指挥。不远万里派航母到西太，英国无疑是在响应美国的堵华政策。对于现在的英国皇家海军来说，尽管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，但其2艘航空母舰无疑是英国人的家底。如今要直接拿出1艘航母来配合美军，可谓是把家底都亮出来了，不可谓不卖力。然而，美国盟友如此积极配合，本身也是各怀鬼胎。再来看看英国政府首脑的表现，充分诠释了什么叫做两面三刀。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，近日英国首相鲍里森·约翰逊在出席有中国企业参与的会议上，自称是一位狂热侵华派，并且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改善中英关系，恢复两国的经济往来。然而事实却是，自约翰逊上任以来，中英关系持续恶化，并且都是由英国主动挑起的。除了宣布派航母来亚太，在此前，英国多次公开干涉中国内政，配合美国舆论战，有意通过媒体引导虚假的反华言论等等。这些举动都表明英国在有意破坏两国的关系。如今，约翰逊自称狂热侵华派，真把中国人当傻子。实际上，英国人之所以要这样表态，还是盯上了中国的钱袋子。在此次疫情中，英国与美国堪称是难兄难弟，不仅确诊突破400万，死亡人数突破10万，而且还发现病毒变异。此外，在脱欧之后，欧盟对待英国的态度也是急转直下，不仅没有帮一把，还想方设法地锁死英国。显而易见的是，英国经济面临崩溃，美国自顾不暇，欧盟见死不救，那么能救英国经济的就剩下中国了。不过，对于侵华是生意，反华是本业的行为，中国人也早已看透。从国内互联网反应来看，约翰逊的侵华言论反倒招致骂声一片。虽说患难见真情，但真正的友谊是在平时的接触中就能见微知著的。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前多次力挺中国，并且中国疫情爆发初期就伸出援手，因此在塞尔维亚遭到疫情困扰时，中国人不会去质疑为何我们要去尽力帮助这个国家。近期，中印在边境上的冲突成为了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。而随着双方前线大部分地区完成脱离接触，中印双方的第10轮军长级会谈也开始举行。然而，历经16个多小时的谈判，双方明显上达到缓和局势协议之际，印度军方却进行着另一份计划。在2月21号，印度斯坦时报透露，中印双方就边境时空线问题在20号于莫尔多举行第10轮军长级谈判。整个谈判持续了16个小时，最终在第2天，也就是21号的凌晨2点结束。会上的讨论主要是围绕拉达克东部地区的3个当前主要的对峙地点进行，希望能够进一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。会谈的具体情况，我国官方尚未透露，印媒不少媒体也多是进行猜测和幻想，不能当真。不过，按照环球网相关报道中透露的信号来看，整体解决对峙事件还存在不少关键争议点，没有达成一致，但可能也不会分歧太大。而此次会谈也未透露可能进行第11次会谈，也就是说，双方大方向已经达成一致，后续可能不会再进行高级别会谈。不过，就在双方官方都对外表态，各方有序进行脱离接触时，印度似乎眼看着已经在明面上稳住中国后，又在背地里弄起了小动作。2月22号，印度媒体声称，印军计划在边境地区增派3支山地打击精锐部队，每支大约1000人左右，而这些兵力全部来自于印度陆军的第17军山地打击部队。
部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印度这支所谓第17军在最初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山地条件下进行对抗，而在印度西北部对抗巴基斯坦拥有较大优势的情况下，印度军方在2013年坚持投入巨资组建这支山地打击部队。其目的已然不言而喻，就是想要在未来找到机会向我国报1962年的一箭之仇。为了增强这支部队的战斗力，印军特意招募了大批的锡克族武装和克什米尔步枪团等优势兵员。尽管这支部队自组建开始就深陷资金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之中，但其下辖的1个炮兵师、2个山地步兵师以及2个独立装甲旅，光是纸上数据已经在印军中属于精锐级别了。按照印度国防部的说法，印军继续向中印边境地区部署更多的军队，是需要坚守阵地，并在必要时采取进攻行为。虽然与中国达成撤军协议，但是仍然会保留额外军队，并进行进一步扩军备战，以应对突发事件。从目前的局势来看，印度显然没有放弃自己对华发难的野心，只是碍于国内局势和中国已经做出完全准备，这才短时间的偃旗息鼓。加上目前中美正在围绕台海地区陷入敏感阶段，此时的印度不想要当出头鸟挨第一枪，这才暂时作罢。如果未来抓到机会，印度必然会在第一时间出手。而对于我国来说，目前的最核心战略也依旧是东南地区。印度在我国看来也就是选界之极，此时被牵扯精力就有些得不偿失，为此才与印度暂时达成相关协议。我国第2艘国产航母即将面世，央视披露003航母部分细节，2021年必将揭露庐山真面目。军事专家宋新之对此进行了解读。近日，央视军事频道每周一播的《军情时间到》节目中谈到了003航母的进度，并且指出，按照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的建造周期来计算，003航母有望在2021年揭露庐山真面目，和广大军迷们见面。其实这一点广大军迷们并不会很惊讶，毕竟如今003已经在进行合拢安装。而且由于采用的建造工艺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矩形总段建造法，搭建速度极为快速。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搭建，如今其巨大的体型已经完全掩盖不住，时不时就会被一个不小心拍摄到。而且按照山东舰从下水到服役中间不过经历2年半的时间来看，003航母正式服役时间也能大概猜测一下，不会多到哪里去。虽然003航母比山东舰吨位更大，还很可能直接越过蒸汽弹射，在常规动力上采用电磁弹射，有可能花费的时间会更多一点。不过中国近些年创造的奇迹并不少，犹如下饺子一般的军舰就能证明中国的建造能力，所以缩短基础建造时间是必然的事。而在基础建造上多段时间，在电磁弹射上花费更多的时间，这一加一减时间就可能有所增加。所以在没有任何意外的情况下，003航母在2021年完成建造并进行下水仪式，陆续开展后续实验，最后在2025年前正式交付，时间上也是十分充裕的。当然，舰载机作为航母的最主要战斗力，航母一旦正式完成建造，舰载机上舰就必不可少。所以很多人就纷纷猜测003航母的舰载机将如何选择。比较有争议的是舰载战斗机的选择，究竟会不会清一色全选择新型隐身舰载机呢？所以央视的这次节目中还邀请到了军事专家宋新之先生，对003航母的舰载机部分细节进行了解读。宋新之认为，下一代舰载机的选择更新换代是必然的，但是基本上不会是所有舰载机都是新型隐身舰载机，而是会选择老旧舰载机互相形成互补合作。因为目前我国最新一代舰载机并没有大量开始装备部队，甚至还没有在正式进行服役，所以003航母在正式服役后，舰载机很可能还是会选择慢慢替换，最后才达到全部都是新型装备。就目前来看，003航母上的舰载机不出意外应该就是盛传的 F-31舰载机，最新一代的空警600舰载预警机之类的。空警600已经进行了首飞，并进行最后研发调整阶段，而 FC-31最新一代也会在2021年进行首飞。经过多年打磨的 FC-31，虽然航电等众多技术不断优化，完全可以承担003航母的作战任务，但是就像宋新之所说，新一代舰载机还没有批量生产的能力，所以003完全采用新一代舰载机并不现实。搭载已经有批量生产能力的歼15舰载机，完全可以起到更好的辅助003航母战斗力的能力。